18岁的女孩第一次来到继父家，就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原来就在父母离婚后，母亲便嫁给了国内的顶级财阀，而新上任的继父对自己也毫不吝啬，才刚一见面，便送出一台价值100万的豪车，甚至为其修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室内游泳池。但女孩却并不开心，因为这并不是她想要的生活，所以面对继父的示好，她也没有给出一点好脸色。直到一个男人的出现。 Tú debes de ser la hija de la nueva mujer de mi padre。男人名叫尼克，是继父的亲生儿子。他肆意嘲讽诺亚就是一个乡巴佬，还用自己的狗来吓唬对方。可他却没想到，看似柔弱的诺亚竟一把抄起了平底锅，准备跟恶犬决一死战。瞬间让他对这个继妹有些刮目相看。于是，在将狗控制住后，尼克一把将诺亚挤到了墙角，肆意调戏起了对方。而诺亚也毫不示弱地反击着尼克，直至母亲与继父出现，才结束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斗争。只是回到房间后，诺亚嘴角那一丝隐藏不去的笑意，却仿佛预示着两人的故事这才刚刚开始。很快，时间到了晚上，为了迎接诺亚的到来，继父专门为诺亚预定了豪华餐厅。可就在众人以为诺亚会穿上那为他精心准备的晚礼服时，叛逆的诺亚却仅仅穿了一身黑丝变相衣，彻底看呆了一旁的尼克。但两人的争斗却远远没有结束，哪怕到了饭桌上，也你一言我一语的互相讥讽了起来，顿时让继父与母亲倍感头疼，只能勉强让互不顺眼的两人安静下来。而诺亚这才知道，看似玩世不恭的尼克，不但是法律系的高材生，更是父母眼中近乎完美的儿子。只是这完美的印象却并没有维持太久，尼克的所作所为便再度颠覆了诺亚的认知。而此时的诺亚还不知道，这个神秘的继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反而在回去的路上，毫不掩饰的再度嘲讽起了对方，直至提及了对方的母亲。Será por culpa de un energúmeno que no sabe conducir. Para aguantarte, tu madre te tiene que querer mucho. Sabrás tú lo que es el cariño de una madre. 而也就是这句话，瞬间触及了尼克的逆鳞，于是他一脚踩住了刹车，并不顾诺亚的感受，将他赶了下去。¿Pasa qué he dicho? Bájate del coche o te bajo yo. Nick. ¡Nicolás! Que no me va a recoger ningún taxi. Pues un Uber. 这下诺亚彻底傻了眼，但这么偏僻的地方却根本叫不到车，而诺亚的手机也在此时关了机。Encima sin batería. ¡Joder! ¡Hijo de puta! 最终无奈的诺亚只能求助路边过往的车辆，结果却没想到，唯一好心搭载他的司机马里奥，竟然还是尼克的朋友。于是，在马里奥这得知尼克提前离开的原因，竟然是为了参加一场狂欢 party 后，一心只想找尼克复仇的诺亚，便立即跟随马里奥来到了举办 party 的别墅。可直到这时，他才愕然发现，这场所谓的 party 竟然鱼龙混杂，聚集着当地各个帮派的帮派分子。而在父母眼中的完美男孩尼克，竟然就是其中红帮的老大，其开放程度更是让人咂舌，直接抓着一旁陌生的美女便吻了上去。但怒气值拉满的诺亚可不管这些，直接趁着尼克落单的时候一拳砸了上去，还威胁尼克要向继父揭穿他的真实面目。可尼克却直接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肆意撩拨起了诺亚，全然不顾诺亚是自己继妹的身份，反而让对方越局促他就越开心。直至看到了诺亚耳后的8字节纹身，尼克这才微微一怔，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个纹身的含义。No hay nudo que se me resista. 可诺亚却对此表示不屑，并直接一把推开了尼克，随即便在派对上闲逛了起来，感受着处处散发着的虐狗气息。但想到还在千里之外的男友，诺亚不免感到有些失落。直到他被另一个帮派的头目罗尼盯上， Así que tú eres la hermana de Nick, ¿no? 诺亚本不想理会对方，却不料一名小弟竟在罗尼的示意下，为诺亚拿来了2杯饮料。 Coca-Cola o mojito. Coca-Cola. 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诺亚一口喝了下去，奇怪的味道瞬间让他感觉难以下咽，但对方却不依不饶。于是就在两人拉扯之际，一旁的尼克突然冲了过来。 ¿Qué haces? La última vez que te cuelas en una de mis fiestas. Coge tu jeep y lárgate antes de que te mate. 可看着对方狼狈离开的背影，诺亚非但没有察觉是尼克救了自己，反而斥责尼克野蛮的行为，结果下一秒便被尼克打进了饮料。 ¿Qué haces? Ese hijo de perra va por las fiestas echándole burundanga a las tías. Mierda. 这下诺亚顿时惊呆了，可随着药效的发作，最终他还是瘫倒在了尼克的怀里。于是尼克只好将诺亚带回了家。可此时的诺亚却在药物的作用下开始胡言乱语。 Sí, amigo, este es tu bisnieto. Pero que no te engañe porque no es un don de inglés como tú, aunque lleve la El vidrio fluye tan lentamente que parece sólido. Por eso es tan frágil. Duro. 而这也让尼克突然感觉到，也许诺亚看似坚强的外表下，似乎有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不免让尼克对诺亚有了一丝怜惜。而事实也果然不出他所料，就在尼克离开房间后，儿时那些残酷的记忆瞬间如潮水般涌来。但也从这次之后，诺亚对尼克的看法终于有了改观，不但会在诺亚换衣服的时候偷偷看向对方，更会在尼克参加地下赛车时陪在尼克的身边。而尼克对诺亚的心思也在向着微妙的地方转变。 可仅仅一个失神的功夫，便让尼克落后了对手一大截。但尼克却毫不在意，反而将注意力都放在了观战的诺亚身上。No sé qué le pasa, no está centrado. 只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从不开车的诺亚却一眼看出了尼克胜利的关键在第6个弯道，而事实也果然不出诺亚所料。就在2台赛车准备过第6个弯道时，尼克的对手突然冲出了跑道，而尼克也顺理成章地赢得了比赛。可也就在这时，刚刚还为尼克感到高兴的诺亚，却突然收到了男友与闺蜜苟且的私密照。 No me lo puedo creer. ¿Ya es tu novio? Sí, mi puta mejor amiga. Le va a dejar sin sangre. 诺亚瞬间惊呆了，
果然再粗的链子也拴不住想跑的狗。于是为了报复男友，诺亚竟随便找了个男人热吻起来，想要将照片发给对方，结果却被赶来的尼克阻止。Lo siento, Nick. Tira. 刚刚还以为有了艳遇的男人瞬间被吓得屁滚尿流，匆匆逃离了现场。而尼克在看到手机中的照片后，也当即明白了一切。Si te consigo la foto, te piras a casa de una vez. 一时有些不明所以的诺亚立即同意了尼克的建议，然后随着对方逐渐靠近，那颗不安分的心也逐渐狂跳了起来。Con lengua. 随后两人便放肆的拥吻起来，直至闪光灯将两人拉回了现实。尼克这才想起自己要做什么，于是他让诺亚在车里等着自己送他回家。可他却没想到，因为难以抑制对这台跑车的喜爱，诺亚竟直接跑到了驾驶位上，结果却被赶来的罗尼撞见，立即提出要跟诺亚比一圈。而诺亚这才发现，原来尼克的车竟一直停在起跑线上。只是还不等诺亚拒绝，罗尼便派人拉响了准备开始的鸣笛。这下诺亚瞬间慌了，可罗尼却给诺亚挖了一个大坑。Preciosa. ¿Dónde vas? Si no corre nadie, ganamos nosotros. 这下诺亚再没有理由拒绝，而罗尼更提出要让诺亚5秒钟来羞辱诺亚。可他却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到底招惹了一个怎样的存在。只见发令枪响后，诺亚非但没有提前起跑，反而画了一个美美的口红来羞辱罗尼。 Te acabo de dar 5 segundos de ventaja. Sí, los estoy utilizando. Quiero que cuando lleguemos a la meta todo el mundo sepa que te ha ganado una mujer. 罗尼瞬间惊呆了，但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启动，他更震惊地发现自己竟然不是诺亚的对手。这下罗尼彻底傻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如果不是因为特殊原因，诺亚甚至有可能拿下全国赛车的总冠军。即使罗尼拼命耍赖也无济于事，最终诺亚完美地赢得了比赛。可罗尼却并不服气，反而诬陷尼克找人代替比赛，对自己欺骗诺亚上场的事只字不提。于是无奈之下，尼克只好赔给了对方10万欧元，更将自己视若珍宝的跑车留给了对方。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在靠着卑劣的手段取得胜利后，罗尼竟然还在疯狂作死。 La próxima vez procura mantener a Zorra en casa, ¿vale? 这下尼克瞬间忍不了了，直接回身狠狠地给了罗尼一拳，顿时引发了全场混战。结果却让从小遭受家暴的诺亚产生了应激反应，在人群中无助地蹲在了地上，直至被担心的尼克发现。于是他立即带着诺亚逃离了这里，可他却不知，两人即将迎来一场巨大的危机。而也就从这天起，因为无法面对与诺亚接吻的事实，尼克一连躲了好几天，直至半夜悄悄归来，却发现诺亚早已在沙发上等着自己。 Lo siento muchísimo lo de... Ese coche debe valer más de 100 Da mil. igual lo que valga. 因为对此时的尼克来说，那台车已经不再是他最爱的东西，于是在情难自控下，两人竟再度拥吻到了一起。 Esto no está bien. No está nada bien. 但最终尼克的理智还是战胜了欲望，他一把推开了诺亚，告诉他两人不应该这样。可此时已经爱上尼克的诺亚却不肯放弃，甚至在刷车时故意将自己的衣服打湿来撩拨尼克。而也就在这时，母亲竟送给了诺亚一份天大的惊喜，她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远万里将诺亚劈腿的男友接了过来。这下诺亚整个人都不好了，于是他立即告诉尼克躲起来，毕竟自己已经将两人接吻的照片发给了对方。可还不等尼克说完，渣男的声音便传了过来。诺亚简直不敢相信渣男还有脸来到这里，但渣男却是鬼话连篇，竟谎称是把闺蜜当成了诺亚，才做出了这么禽兽不如的事情，直接便被听不下去的尼克泼了一身水，然后就被尼克的兄弟带了出去。诺亚告诉尼克不要露面，却直接被尼克拽了下去。两人来到一处偏僻的角落，已经吃了半天醋的尼克终于不再隐藏自己的情感，再次与诺亚激吻在了一起。只是这刺激的一幕，却还是被渣男发现了端倪。 Oye, perdona, ¿quién es ese tío que está con Noah? Su vecino, Cayetano. 直至诺亚母亲的呼唤，担心暴露的两人这才结束了刚刚的行为。而不知渣男已经劈腿的母亲，竟还把渣男安排到了诺亚同一层的房间，说着还将一束鲜花送给了诺亚。可没想到的是，鲜花里的卡片并非情书，而是一封恐吓信，你要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诺亚顿时悚然一惊，直接带着恐吓信找到了渣男。殊不知，写信的另有其人。而时间也很快到了晚上，刚从酒吧出来的尼克竟好巧不巧地遇见了罗尼。 Hombre, Nick, ¿qué haces por aquí? ¿Te ha dejado el coche tirado o algo? Oye, que si necesitas que te lleve a cualquier sitio, de verdad que... 他本不想搭理对方，可口臭的罗尼竟再次说起了诺亚。这下尼克终于不再克制，最终带着一身的伤痕回了家，却不料竟恰巧撞见渣男偷偷溜进了诺亚的卧室。尼克心里顿时五味杂陈，但作为继兄，他却无法阻止诺亚与她的男友约会，于是他只能神色黯淡地看着诺亚的窗口，直至一阵呼噜声传来，尼克这才发现睡在外边的诺亚。这下尼克顿时松了一口气，随后就想为诺亚披上一件衣服，结果下一秒，诺亚竟将尼克错认成了渣男。结果在看到是尼克那张帅脸后，当即便要吻了上去，结果却被尼克突如其来的鼻血所阻止。可这却并不能阻止两人来势汹汹的爱欲，于是他立即让尼克躺了下去，开始为尼克处理起了身上的伤口，而两人的感情也在这样暧昧的气氛中逐渐燃烧了起来。 Que las tías siempre nos enganchamos a los maletes. Te equivocas. Yo no soy así. 只是让两人没想到的是，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第二天，又一封恐吓信接踵而至，可还不等诺亚去找出到底是谁写的，便被尼克带到了一个地下决斗场。而看着擂台上人们如野兽一般厮杀的样子，诺亚做梦也不会想到，尼克竟也是其中的一员。Nick,
Que tú lo hagas. ¿No te parece emocionante? ¿Te emociona que te hagan daño? No me importa el dolor. También sientes placer haciéndole daño a los demás.尼克一时有些不明白，一场普通的决斗为何能给诺亚带来如此大的反应，反而得意洋洋地说自己喜欢打架，因为这是自己发泄情绪的一种方式，随即便走上了决斗场。但尼克的样子却勾起了诺亚那些痛苦的回忆，于是他立即离开了决斗场，并跟追上来的马里奥一遍遍诉说着自己对暴力的痛恨。可他却没想到，一直爱慕自己的马里奥竟情不自禁地亲吻了自己，结果却被刚刚赢得比赛的尼克一把推倒。而看着曾帮助过自己的马里奥，这下诺亚再也无法容忍尼克的行为，所以即使尼克再如何解释，诺亚也无法原谅对方，宣布了两人关系的结束，只留下了呆愣在原地的尼克。从此两人也终于开始各自的生活。诺亚去到了之前去过的餐厅打工，过起了自给自足的日子，但尼克却在每日思念诺亚的思绪里难以自拔。他始终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两人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却仿佛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直到这天，尼克的父亲找到了尼克，说出了关于诺亚身上的秘密。Tengo que contarte algo sobre Noah. ¿Sabías que su padre intentó matarla? ¿Qué? Con un cuchillo. 原来诺亚的父亲曾是有名的赛车手，但同时也是一个家暴狂，甚至在诺亚年仅8岁的时候，还企图杀死诺亚。尼克瞬间惊呆了，他立即想起了诺亚身上的伤疤，同时也明白了诺亚讨厌暴力的原因。可让他震惊的事情却还没有结束，父亲告诉尼克，那个在诺亚口中已死去多时的男人其实并没有死，反而在2周前因表现良好而提前出狱。他有预感，那个男人不会放过诺亚，毕竟给他定罪的关键证词就来自于诺亚，所以父亲希望尼克可以去做诺亚的保镖兼司机，保护诺亚的安全。结果却没想到，在知晓了诺亚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后，尼克竟趁着夜色悄悄来到了诺亚的房间里，心疼地从身后抱住了对方。而这一晚，尼克也没有趁人之危，两人就这样安静地抱在一起，直至第二天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了两人的床边。可还不等尼克离开，父亲竟直接找了过来。这下所有人都傻了眼。可面对如此棘手的关系，一向开明的父亲虽然心有不满，却没有多言，只是却让两人感到了浓浓的不安。于是当时间来到了晚上，忐忑的诺亚直接握住了尼克的手，所有的感情在此时不言而喻。尼克为之前自己的所作所为道了歉，可诺亚却不愿意因为两人的关系而毁掉母亲来之不易的幸福。只是还不等他说完，便再次融化在了尼克如蜜似糖的柔情里。随即两人来到了空旷无人的海边，放下了所有顾忌，与彼此融为了一体。他们肆意在清晨的海边拥吻，仿佛年轻的风从地球的另一边吹到了大洋彼岸，如情人的纤纤玉手抚摸着两人柔顺的发丝。但欢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回家的路上，在商店的尼克丝毫没有注意到，许久不见的罗尼竟直接绑走了诺亚，而等他发现时却为时已晚，几人早已没了踪迹。不过好在摄像头拍下了几人的行踪，尼克立即认出了罗尼的样子。警方也在此时调查出，罗尼与诺亚的亲生父亲杰米竟然就是同一监狱的狱友，真相终于大白了。可另一边，刚刚苏醒的诺亚也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只是那来自于灵魂深处的恐惧，却让他甚至不敢直视父亲的眼睛。但杰米可不在乎这些，直接将电话打给了诺亚的母亲，并索要100万的赎金。而这些钱对于身家100亿的尼克父亲来说自然不算什么，于是他立即拿着现金来到了与杰米的约定地点。可就在众人苦等了半天后，诺亚的母亲却突然语出惊人 No va a aparecer. ¿Por qué dices eso? Pues porque el dinero le importa una mierda. Lo único que quiere es vernos sufrir a Noyan. 而事实也果然如他所料，原来几人的一举一动竟全部都在杰米的掌控之中。他要的就是折磨诺亚母女的快感，可他却没想到，因为放心不下诺亚，尼克竟独自驱车赶来，更想起了自己输给罗尼的那台车上有着自己交保险的定位器。 El localizador del seguro. 女警立即通知了所有警员，向着尼克保险定位器的位置追去，结果却没想到竟被杰米提前知晓。于是就在尼克赶到之时，杰米竟然挟持着诺亚扬长而去。尼克见状直接上车紧追不舍，与警方一同对诺亚的车展开了围追堵截。结果却让人意外，杰米竟然逼着诺亚向他与诺亚母亲的约定地点驶去。这下众人顿时被吓坏了，而杰米面对追捕也丝毫不惧，反而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在繁华的城市中不断辗转漂移。可他却不愿意放掉诺亚，毕竟当年自己距离世界冠军只有2场十分轻松的比赛，结果却因为诺亚母女被送进了监狱，丝毫不提及自己家暴两人的事实。但即便如此，两人还是被尼克一路追赶进了死胡同。这下杰米知道自己已经无处可逃，于是他掏出枪对准了诺亚。 Final de la carrera. 只是让杰米没想到的是，当诺亚与尼克目光接触的瞬间，两个彼此相爱的年轻人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尼克微微一笑，与诺亚一同发力，挂档起步将油门踩进了油箱里，向着彼此的方向对撞而去。刚刚还淡定的杰米瞬间被吓傻。最终两台车画出了一个优美的弧线，这是曾经诺亚告诉尼克的办法，如今却救了诺亚一命。于是当诺亚母亲赶到时，杰米已经成了一具尸体，而许久不见的罗尼也被警方抓回了监狱。也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对尼克与诺亚事情心存芥蒂的母亲，也终于不再干涉两个孩子的问题。